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比特币周末这2天给的多单建议22800，截止到现在，朋友是在问有做对的情况下要不要平仓掉，或者是还有没有买点，它的支撑要不要往上修。先跟大家讲啊，不用修啊，还是在22800。今天要来揣测一下主力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他一直在守这个22800，他的心思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这一根线 K 线。那一天非农就业数据出来的时候，我判断有可能就是有人在做线啊，是怎么来观察的？等下来跟大家探讨，或者是今天在视频的结尾也要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时候它才会有大牛市的行情？包括2大主流油温癌已经讲了几天，目前可能还是在这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压回8块钱，31块 ETC，不然以太坊的话还是1640，有可能超短线上它都是在这里。当然今天也要来聊一下。狗狗币的一个三角形态是不是要突破？没有给买点啊，因为狗狗币我估计可能是要做变盘，到底至于是要怎么变，是不是要往上变，要来跟大家探讨。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必然 OK 返用，永久20%。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狗狗币吧。狗狗币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啊，收敛三角至于盘势要往上去变吗？还是要往下去变？不好判断。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我们就观察一下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知识。你去回顾昨天的视频，比特币4个小时是不是在涨的时候都是在放量，下跌的时候或者整理的时候，是不是量能也出不来？狗狗币也是一样啊，但凡收绿 K 的时候，就是在涨的时候，它都是有量。那在调整的呢？现在在调整，量能都是明显没有比前面的这些量要大。所以我的观点是，狗狗币收敛三角，既然有量的情况下，看会不会往上去突破。这个要取决于 BTC 啊 ，BTC 现在是很稳啊，就是一直稳在 22.8K 上方。所以只要它比特币不倒，是不是主力在这个位置？大盘的主力就是在等美国的那个 CPI。反正我们尽量就狗狗币就尽量报吧，因为我也没有再给出一些点位啊。估计这个三角形的位置突破你就观察，要过去的时候必须要有量才行啊，没量你要防一手，有可能它还是在这整个区间里面震荡。那在判断大盘的心态，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嘛，我们就观察一下4个小时，我估计这个位置就是下不去啊，就是这个位置给的22800，昨天就是打到这个位置，当然。周六周日也不想去操作，我们尽量周六周末就出去玩嘛，不一定要在这边。一到周六周日有时候就往山里跑。我的观点就是，反正既然在缩量，就不用去参与。有些朋友是有在参与，有利润，那你目的如果是为了超短线1:1的一个盈亏比，或者1:2，平掉一半也可以，留一半继续拿吧。至于它的下一步的买点，目前没有，还是在这个位置。那我要跟大家揣测一下，主力心思到底在想什么？我记得是很清楚哦，那一天是周六早上的时候，我是特地在等待，它不是出飞挪嘛，然后 K 线要收成一个什么情况？当时是很明显的，就是打下去，后面又拉了上来。我们从1个小时是看得更明显啊，就是在这个位置5号的时候，我记得是非常的清楚。夜晚的时候，它飞轮出来是达到很深的位置，后面是这几根 K 线是谁能拉出来？就是主力的资金能拉得出来，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我们既然看到，因为我看到收盘的时候就是有人在做线，所以我的判断是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现在也是一样，1个小时来观察，低点再走高，低点再走高，低点再走高。那我们如果用这个 ribbon 就是丝绸线来观察的话，现在丝绸线也是相对还可以啊，但是没有明确的大方向，是不是要往上去突破？就是1个小时。如果我们看 Vegas 现在全部都是多头排列，尽量就是压回找买点，因为这2条线只要是金叉的结构，一个是144的通道，还有一个576跟676的通道，只要在金叉的结构，你尽量压回来找买点。当然有时候它不一定会在这个144通道里面的买点，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在这个576，这一次是在576。那超短线上我们尽量只能从这一个形态里面去揣测主力的心思，这个就是主力做的一个收盘。收盘为什么收在接近这个位置是在23K 上方？
所以有压回你尽量去观察这2天的一个低点大约只差了40点，就是 22.8K 这个位置是很强的一个支撑区。那至于大方向什么时候要变盘，我们也要来聊一下前面有跟大家一直在聊的就是60天的成本，我们直接画一个区间过去观察一下60天的成本，今天已经来到这一根啊，这一根1、2、3、4、5，现在只剩5天了，价格还是稳在这个位置，不排除5天之后只要这个位置没有往下破，现在是主要是一点是就是没量，有可能就是 CPI 那一天看会不会有变盘的动作，这一周可能主力就是在等，反正我们尽量就长线的仓位底部买的继续给我报。那5天之后它如果要上去以后先看一下 26K 到底会不会挑战，如果 26K 挑战了，我跟大家讲下一步可不能追，因为再上去的话就怕会有量价背离或者是其他的指标背离。我们可以看一下 KDJ 指标，如果真的在挑战了这一个高位， KDJ 指标也是怕会有背离。至于什么时候会有大涨的行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周线嘛。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但凡有大涨的行情，这3条我看中的，特别是这一条周线的 20MA， 我们也可以拉一个时间去观察，它这边还有几周，20根的成本现在是在这个高位，1周、2周、3周、4周、5周、6周、7周、8周、9周、10周、11周、12周，可能上去就是不能追，有可能还是会整理这一个20周的均线还是向下的结构，因为可以看一下，但凡历史上有大涨的大牛市行情，它什么时候价格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一条20周的均线下方，你只要价格站上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底部，比如说像这种底部能买到筹码，你就给我继续报，因为它有时候会震到什么时候震死人都有可能就是一直震一直震。这种大牛市的行情要等到价格全部站上这一个红色的线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满仓。反正现在在低位的筹码买的话，尽量继续给我报，还有一些资金就等12周，看什么时候能站上这一条线现在好的一点也是前几周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1周、2周、3周、4周、5周、6周、7周，它一根大跌的 K 线连续7周价格能稳在这个下影线上方，那这种量就是被人买走了。为什么当时在底部跟大家讲去抄底，就是因为看到这一根 K 线马上进行了一个多底，就是一根下跌马上进行多底，那你不要去管它，下去低点都是买点因为前面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去年的5到7月份这一根 K 线也是一样，大跌以后第2周马上抵抗，那你有这种低点就给我买嘛，反正就是逢低抄底。现在上去的话，我们尽量在底部买的筹码就给我继续拿住。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